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第156期的白问。那个3月份的新机潮还在疯狂继续啊，这个我们各种各样的新机体验呢也是非常的多。重要的讲一下，我们的抽奖方式变了，我们每周呢就会抽一次奖啊，送出一个科技数码的一个礼物啊，比如来耳机啊，或者说无线充电宝啊之类的这些东西。我们之后的抽奖方式呢是在 B 站的弹幕或者是评论里边随机抽取一位小伙伴啊，比如说你回复的这个质量非常高，或者说你这个弹幕非常关键，我们会在 B 站的私信里面联系你的啊。以后中奖这个小伙伴呢，我们也都会放在下期视频的置顶评论里边。你看到这个置顶评论艾特你了是吧？赶紧快私信联系我们啊，这也是比较方便的啊。OK， 那咱们就不废话了，干货多票少，第156期，咱们看看有哪些小伙伴提了一些我们在视频里边没有给大家解答到的新机问题。买卖二手机上小白有品 APP，3天无理由退货，180天保修，原装正品，国行代票，新人专属无门槛优惠券，有手机有电脑，还有各类3C 数码尖货，赶紧搜索上车，各大应用商店均有下载。第一个问题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北部安大道啊，小白想问一下 iQOO Neo 5和 K40推荐哪一个呢？这个有些纠结啊。iQOO Neo 5这个视频一发完啊，我第2天就看了前100条热评吧，基本上除了在吐槽我实在长得太帅了啊，太帅了啊。然后剩下的这些都是在讨论和 K40啊，还有一些小伙伴在讨论这个 GT 这3款机型。先说一下主观推荐啊，我询问了一下我们内部小伙伴这几个编辑的意见，大家呢比较统一的都是更推荐 Neo 5一点，尤其是对于这个价位段的一些机友来说，因为它的综合配置上面还有综合体验方面确实要更高一些。这次它主要的宣传点呢其实是双芯有一个显示芯片，这个 Neo 5那个感知程度啊真的是要看人，有些人啊，是吧？这个什么 MEMC 啊，什么插针啊，它这个感知就非常明显，就感觉特别爽。有些人就觉得感知不强啊，是吧？但是这个相机598带光学防抖，这个感知非常强的，样张非常明显啊。红米这边是582，是有阉割的，而且呢，这个 Neo 5呢是支持4K 60帧的。66瓦的快充实测，31分钟就可以充满，这也是感知非常强的。红米这边呢是33瓦，而且呢，今年有很多机型呢都没有 DC 调光了，这个 Neo 5呢也是带 DC 调光的。不过这个机器呢在质感层面啊，因为它的配置呢相对来说要更高一些，价格更贵一些，要比这个 K40要更加厚重那么一点点，拿在手里的时候确实没有 K40的这个手感更好啊，两者是有取舍的。总结一下，细分的话，这3台机器其实是3个区间，一个是2000，一个是2500，一个是3000以内啊。这3个机器，如果你唯参数论的话，其实也差不多。好，第2个问题是来自百密金光2的小伙伴梦10年小白，这个我发现今年新机用塑料中框的越来越多啊，尤其是2000到3000这个价位段，比如说红米 K40系列、Neo 5还有 GT 啊，这算是阉割吗？我觉得这个不算是什么阉割吧，因为只要是价格到位都不算阉割，因为你买的每一款产品包装盒的任何一个东西，或者说这次你购买给你的任何赠品，其实你都已经付过费，你都已经是花过钱了的。今年呢，确实塑料中框是比较多的，甚至一些旗舰里边的中杯或者大杯都用的是塑料中框。我也详细了解了一下，应该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啊。第一个肯定不用说了，就是成本啊，塑料的更便宜啊，这个是最明显的。第二个呢，就是它可以让机器呢变得更加轻薄一些，比如说机器的充电瓦数比较大，这样的话都会比较占用内部空间，手机都会比较厚重啊，也是减重的一个重要方面。第3个最重要的啊，就是它整个外部中框的这个喷涂工艺的进步啊，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啊，如果你不看底部这些接口的话，就是侧边正常使用的话，放在这儿或者你手里拿起来，你几乎感受不到它是一个塑料中框了啊。喷涂工艺的进步也是让一些厂商开始选用塑料中框的一个原因。第3个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 Del Masker 是吧？这么读吗？就能够想问一下 LPDDR5 和 LPDDR4X 的感知明显吗？有的说 LPDDR5 提升性能降低不很明显，有的又说只是噱头啊，这到底怎么样啊？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内部讨论过，我们想过很多种方法，先给大家测试一下，但是呢，实在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找到2部其他的部分全部软硬件都一样，只有这个内存条不一样的这个手机，没有这样的手机，所以说没法去衡量。但是呢，我觉得肯定是有提升的啊，只不过是这个感知程度强弱的这个问题，因为它在供应链的成本要更高 LPDDR5，而且你也看到旗舰机都用 LPDDR5。侧面可以印证一下的呢，就是
功耗方面，这个 LPDDR5呢，在功耗方面的提升相对来说要多一些。不过呢，受功耗影响的这个整个机器方面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实在是没法像充电啊，或者说续航那样给你做一个量化的标准，给你一个参考啊。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这个和厂商的调教、软硬件系统、这个手机的其他配置影响因素实在是太多了。好，下一个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用户啊，一串数字，白哥啊，现在市面上的几款散热背夹推荐哪个啊？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啊，黑鲨的冰封散热背夹 Pro 啊，我不知道这期视频上线的时候那个新款的啊，应该是还没发呢啊。那新款的我用了一下，反正就是个儿挺大的啊，这个老款的就可以了。制冷效果呢也挺好，而且黑鲨这次新品出了一个小的，给大家预告一下啊，我觉得我个人非常推荐那个。价格便宜的话，基本随便买，因为这个东西啊，怎么来说呢？它没什么特别强的技术含量，它主要就是一风扇啊，就是一个风扇吹风，就这么简单啊，都是一些细节方面的小升级，总体上都差不多，就是一风扇啊。好，第5个来自 B 站的小伙伴，我是木鱼啊，小白。最近315曝光说老人机广告多啊，会刻画老人的用户画像，诱导老人下载 APP。那现在给家里老人买什么手机怎么选呢？这个其实之前我们出过一个专题视频啊，发展到现在来说的话，如果你不考虑预算的话，首选苹果啊、魅族啊这2个厂商啊，这个因为没广告啊，因为他们整个系统方面是非常纯净的。魅族这块这次改变非常大，这次魅族这系统也算是够狠，直接变成了一个3.5的系统。从底层来说，最推荐他们2个，因为没有广告是吧？你完全不需要担心。但是啊，也有几个点需要提醒注意，比如我观察了一下，就是我家里的一些长辈啊，这个平时发的那一些广告啊，或者是那些文章啊，都是微信里边的一些非法链接，就是微信它可以分享这些链接的文章，老人可能瞎点是吧？这个不小心就点了，或者说被诱导了之类的。第2个要提醒的就是苹果手机，不管你是选择新苹果手机还是旧苹果的手机，给家长用的确实是最稳，没有广告，而且呢，它的流畅性呢也更好一些。整个的使用周期也更长一些，这个流畅度确实啊，我们在做老旗舰那期视频的时候，这个 iPhone 的这个流畅度维持的稳定性确实要比安卓长很多啊，这个是事实。特别需要提醒注意的就是，千万不要图省事儿啊，直接上了一个自己的苹果 ID， 一定要专门给父母设置一个 ID， 他们自己的把账号密码备注在你的备忘录里边，这个是血的教学啊，之前我碰到过这个非常麻烦的事儿。第6个啊，是来自百倍兴旺的小伙伴，我先回去了啊，好吧，拜拜。小白啊，有没有免费的语音转文字的软件啊？手机也能用的那种。我们自己工作室的平时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有的时候要把一些开箱的，就是 freestyle 说出来的一些话呢，给加上这个字幕。我们自己有一个自用的啊，你可以在百问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语音这2个字啊，获取一个下载链接啊。比如说你有一些会议呀，或者说你有一些什么录音呢，要转成这个文稿的话，有一个转码的，可以去用一下。好，第7个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未曾拥有无法捕捉的梦。哦，这个名字很好啊，很诗意啊。Hello， 小哥哥，想打听打听 AirPods 大概什么时候发布啊？这个基本已经确定了啊，新的那个曝光图已经出来了，就是非常长得像 AirPods Pro， 它没有前面那个胶塞儿，直接就是扣在你这个耳朵里边。因为之前那 AirPods，说实话，它那个耳机我戴着就特别容易松动，特别容易掉，我总是外边要套一个那个耳机棉，才卡的比较紧。基本已经确定了，春季的这个苹果发布会呢，就发布这个 AirPods 啊。这次呢，应该是还有 iPad Pro， 但是啊，之前呼声很高的这个 iMac 应该是没有了，这个 iMac 应该会退后了。还有就是 Mini 应该会是在秋季发布。当然，这些都是我的一些爆料啊，猜的不准的。OK， 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啊。上期的重要小伙伴就是他，赶紧私信我们的小编领取奖品。好了啊，赶紧发动你的聪明才智，留言。或者说提问也行啊，这个质量非常高的问题也可以，或者说发弹幕都可以。OK，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些帮助啊，可以3连投币点赞，特别感谢，记得关注。干货多票少，白问我们第157期再见，拜拜。